Hello，大家好，我是何何。因为要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所以我最近又回来英国啦。那在英国伦敦就住了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想要拍一集英国伦敦，我推荐有什么东西是好吃的。英国一直很被大家说是美食沙漠，都会说在英国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所以我想就是做这一集，然后跟大家分享说，那我做这段时间我最喜欢吃什么，那还有我这次回来还会特别心心念念哪些食物，就是我会分就是两块去分享，然后一块是餐厅的，然后一块就是咖啡厅。以餐厅的部分来说的话，第一个让我最心心念念的绝对是 Shake Shack， 就是那个超级好吃的汉堡。然后我这次其实也是一到伦敦就马上去买 Shake Shack 来吃。Shake Shack 的话主要就是吃一些汉堡，那我最推荐的是吃它的炸鸡的汉堡，跟它的那个素的汉堡也非常好吃。哇，里面是有点像是蘑菇加起司，然后呢整个裹在一起炸成一个可乐饼的感觉，然后再夹到汉堡里面。那我觉得它汉堡好吃的点就是，除了它就是如果你是点炸鸡的话，皮很酥脆之外，然后点那个素食的那个蘑菇起司口味的话，就很特别，然后口感很赞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个很特别的是它的面包的饼皮。它面包饼皮是奶油吐司的感觉，它吃起来味道跟其他汉堡味道不一样，我觉得多一点就甜甜奶油奶香的味道。第二家其实是很多人来伦敦会特别去吃的 Burger and Lobster， 就是我真的觉得 Burger and Lobster 蛮好吃的。如果你来 Burger and Lobster 的话，我最建议的话是点那个龙虾堡，那它会有一个龙虾堡，然后呢再搭那个薯条。然后我真的觉得真正最精华是那个薯条，然后再搭配它的那一碗应该是起司酱嘛，其实我也不太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就整个觉得它的那个细薯就是炸得非常酥脆，然后那个薯条很好吃，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蘸酱，就整个超级 amazing， 就是我觉得超级推荐。不要抱持着要去吃龙虾堡的心情去吃，我觉得就是抱持着去吃一个美式餐厅的心情去吃，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会蛮喜欢吃的。然后 Burger and Lobster 我也是回访好几次，我可能有去了3、4或4次吧，然后每次都很喜欢。再来下一家餐厅，我想要推荐是一间西班牙菜，这家餐厅叫做 Pizarro。然后我觉得这家西班牙菜应该是我在整个伦敦目前为止吃到最好吃的西班牙菜，然后甚至是我从西班牙回来，然后再吃到的西班牙菜。这家我当下吃到还是觉得超级好吃，当下吃到的第一个心情只是觉得为什么我那么晚才认识它。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可以早点吃到它，就我觉得它每道菜都非常特别，然后每一道菜都是乱点都非常好吃。那我觉得就最必点就是它的那个伊比利猪，非常好吃，非常嫩的一条伊比利猪排，真的是大推。如果喜欢西班牙菜的话，可以去那间尝尝看。想额外补充，如果你喜欢生火腿的话，这里的5J 伊比利生火腿也是必点，也是超好吃。甜点控也不要错过他们的甜点，我2次点的甜点都超级好吃。第4家，我在 IG 已经分享无数次，就是我非常常去吃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它叫做 Bencone。这家意大利面我也是超级喜欢，然后它也是米其林推荐的一间餐厅，店家小小的，气氛非常好，然后它里面的意大利面我觉得都非常好吃。那最经典的话就是大家会点一个，就是它的面很像，就很大一片，然后层层叠叠的，然后上面有放一个蛋黄的那个奶油的意大利面，它是有点奶香坚果味道。那还有另外一款我也很喜欢，是我去也会蛮常点的，是它的红酱的。就如果你不喜欢吃奶油酱的话，可以点点看这个是红酱，然后它是卷卷的面，那个我觉得也很好吃。这间意大利面的重头戏呢，就是除了意大利面很好吃之外，我觉得最赞的是它的布丁。它的布丁真的是有够好吃，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整个就是 OMG， 然后眼睛发亮，它就整个超级 Q 弹，然后呢，那个
味道我有点不太会形容，就有点芝麻香吗？然后又有点就是焦糖奶香，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如果你喜欢布丁，餐后一定要点一个。就是我知道蛮多人可能会选另外一个是卡诺里吧，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布丁是我发现的就是冷门的好吃甜点，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点这样。第5家我的伦敦爱店就是 Firebird 这家餐厅，是只要有朋友从其他国家来找我，然后他问我说伦敦有什么非观光客美食，我一定会带来吃这家。这家餐厅每季会换一次菜单，然后它每一次菜单上面的餐点都非常有特色。他们除了有特色之外，还都非常好吃，完全打破你对伦敦食物就只是不好吃的印象。这间餐厅我应该1年也有来个4-5次吧，然后我每次来都超级满意。而且因为它每季都会换一次菜单，所以我通常那一季觉得很好吃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再访再访。我真的大推要来伦敦玩的人一定要去吃这间，而且它平日也有商业午餐，所以想要用少少的钱然后吃比较好吃然后比较精致的料理的话，就推荐平日中午来吃，一定要来吃，它真的超好吃的。那我最喜欢的咖啡厅首选是 Arome。我最喜欢他们的蜂蜜焦糖吐司，那个我真的去买过好几次，我甚至会去内用去吃，然后呢还会去外带，然后他在 Selfridge 跟另外一家的分店我都很常去。蜂蜜吐司好吃的点是它就是一块吐司，厚片吐司上面刷满的蜂蜜酱，然后呢吃起来就外酥内弹，然后又有吐司的香气，大家一定要去试试。除了那个最有名的蜂蜜吐司之外，它其他的面包也都很好吃，然后而且它会不定期就试出不同种面包，可以追踪它的 IG， 然后可以看它就是最近新出了一些什么限定的面包，然后每次乱买都超好吃。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咖啡也很好喝，就是我很常去他们那边点拿铁，然后每次我的喝起来都觉得很赞，是我在英国会蛮喜欢的拿铁这样。推荐第2家咖啡厅就是 Pophams， 就是 Pophams 在我之前的 vlog 也有分享过，就是它是一间我自己觉得就是卖蛮多 sourdough 相关的料理的一间店。我最常是去吃他们的 sourdough toasty， 就是它是有点像是 sourdough 的热压吐司，sourdough 里面会再加，每次都夹不一样的地方，但一定会有加 cheese， 然后就是热热的，然后外酥内弹，就很香很好吃。然后也可以吃到酸种面包那种酵母有点酸酸的味道。然后除此之外呢，就这家店的就是可颂，然后还有他们很有名的 Maple and Bacon， 就是枫糖酱加一个培根的可颂卷，那个也非常好吃。我觉得他们的面包乱点都很好吃，然后呢咖啡也很好喝，环境也很赞，也开了晚餐，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晚餐算还好，就是没有让我特别想要回访还怎么样的。就是我刚说的那些面包的 part 就是非常赞，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而且这整间店的气氛其实都蛮好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这间咖啡厅旁边还有一间选物店，所以你喜欢一些什么瓷器啊、漂亮的杯子啊、盘子啊，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一个套装行程，就是去完 Pophams 就是往左转旁边，就是可以去逛他们的瓷器小店。我也是去好几次，可能至少都有去过5次以上这种。然后在下一家我也很推荐的咖啡厅叫做 Forno， 然后这间咖啡厅也是位在东伦敦，然后我最喜欢的是我都会特别去这家店吃他们的罗马生乳包。这家店其实说实在也是我第一次吃到罗马生乳包，我也没有在意大利吃过，但我就会觉得这家店的罗马生乳包真的是超级好吃，面包跟奶油搭配也很好，就面包就适度的松软，然后搭配里面的奶油，就看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很 heavy， 感觉是不是会觉得很腻之类的，但没想到吃下去这个罗马生乳包会蛮清爽，而且会一口接一口的感觉。就先声明，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很喜欢吃蛋糕的人，就是那种
就是蛋糕来，我是会想要把鲜奶油剥掉。我比较喜欢的蛋糕类型，可能就是戚风蛋糕，就那种比较偏只有蛋糕体本身的那种蛋糕，就大家懂吗？不是那种鲜奶油很多那种蛋糕。可是这个罗马生乳包的奶油，我第一次看到还有点吓到，想说，这我可以吗？然后还硬要跟朋友说，我们分一半就好。就我吃一口之后，我就说我要自己吃一个，然后我就一直把它一整个罗马生乳包吃完。然后这间 Forno 的 Cappuccino 我也觉得很好喝，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点一个这样的搭配：罗马生乳包，然后加 Cappuccino， 然后就是可以有个悠哉的东伦敦的美好的咖啡厅下午。然后这间店也推荐给大家。还有下一间就是我不会就是那种到处跟别人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一间咖啡厅，就是我个人就是默默去了好几次，想到我就会去的一间咖啡厅。我觉得它的咖啡好喝，然后整个环境气氛也很好，那它的分店也很多，所以我想要找一个地方，可能做做自己的事情啊，或是享受就是一个人的咖啡时光，然后我就会来这间咖啡厅。那这间咖啡厅的话，就是 Watch House， 是非常知名的伦敦的连锁咖啡厅，就是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家分店。然后在我在伦敦的这段时间，它也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家。然后其实稍微就是有新店，然后离我住的地方蛮近的，其实我都会就是特别就去前往，就是有一种莫名的魅力，就是它有开我就会去。然后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我觉得可以顺路买一杯拿铁来喝，那我觉得是蛮推荐的。或是你可能在伦敦旅游啊，或是你在伦敦留学，然后想要找一个就是落脚处，我也蛮推荐可以走进 Watch House 的。也是我去了至少有3-4次以上的一间咖啡厅，叫做 Kasute， 不确定是这样念，因为它好像就是一个就是日文嘛，然后它就是一个日本的咖啡厅。这间咖啡厅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有特别推荐给就是台湾人，就是更推荐给留学生这样。然后因为这间咖啡厅就是那种日式咖啡厅，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伦敦的时候就是会特别想念亚洲的食物，然后我就是特别想念这种日式咖啡厅，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就疯狂找了好几家，然后喝起来是像日本的抹茶，就是那种茶味重，然后奶香也很浓郁的这种抹茶店，也很想要吃一些就是可能东方的一些小茶点这样，然后就被我找到这家 Kasute。那我非常喜欢这家抹茶跟焙茶都很好喝，然后我也会特别去吃他们的抹茶草莓大福。就这整间的风格就也很赞，就很那种日式的风格的感觉，就是想要找回就是这种日式啊的咖啡厅的感觉的话，我很推荐可以去卡苏特。可是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然后你只是在旅游，我觉得可以不用来，就不用特别就是听到我的推荐然后就来这家，因为应该会蛮失望，因为台湾去日本就很方便嘛。然后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在这里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找到这种正统的抹茶味，是因为我觉得西方人开的咖啡厅的抹茶都会比较偏水，然后茶味就比较不重，都感觉是绿色的牛奶而已。然后就举名很有名的就是 J 开头的那个抹茶店，我有去喝过。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 Watch House 的抹茶，或是之前 Pop Pan 也有卖抹茶，然后我都有点过，然后都是有点像是就是它是绿色的牛奶而已，就完全没有抹茶的味道，大家懂吗？所以我那时候就找到就是这家卡苏铁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心满意足，就是我如果很想喝抹茶的话，就是有地方可以喝。如果你也爱抹茶的话，我另外再推荐 Omotesando， 它也很好喝。再来，我也还想再推荐一间咖啡厅，但它其实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住在东方嘛，然后它是比较偏西方，就是我真的会愿意为它就是搭很久很久的车，就为了去吃到它的面包。那它叫做 Layla。那我觉得这间店真的是超级疯狂，就是它在开门没多久就会，或是开门之前就会有超多人在前面排队。然后如果你稍微晚一点来，可能就是11点或是晚一点点到，很多面包的品项就会卖完了。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赶在就是开门之前就在那边排队的一间面包店，就是有没有很扯？无论西方东方人都会很喜欢去吃那间
面包店。我觉得除了现场可以点他的面包，然后搭配他的咖啡来吃之外，我大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他们那个可颂吐司回家吃，就不用觉得它是一条然后很多，你一定会不小心就在一天内把它全部吃完。我那时候就买了一条可颂吐司，就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它是吐司的样子，但它吃起来是有点可颂的口感。然后我的吃法就是会把它切一片一片一片的，再把它放进烤箱，然后呢回烤。然后我就是从吃到那个可颂吐司之后，就超级念念不忘，然后一直想要再回去吃，因为它真的太远。然后我如果再请我西方的朋友问，就是他有经过的话，可不可以帮我买？然后就扑空好几次，就是那个可颂吐司就会一直缺货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有去到这间咖啡厅，然后也有看到那个可颂吐司的话，就是一定要多买一点回来，不要像我一样只买一条。我真的超级后悔只买一条。哦，现在想到那个味道，就是还是好想要吃哦，真的好好吃。就现在就是没有看过类似的东西。如果大家有看过类似的产品，然后呢你也觉得很赞的话，可以推荐给我吗？那以上就是我的餐厅跟咖啡厅的推荐。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就是在伦敦觉得很好吃的口袋名单，都可以在下面再跟我分享。这支影片就到这样，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那下支影片见，大家拜拜。